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方华。英媒 BBC 披露，本月全国政协一次性宣布10名专委会副主任去职，其中易纲、王荣2位正部级格外醒目，裸官退居2线再被清洗。习近平夜入深圳，王小洪令公安部接管安保大换防，以防万一高度拉满，连深圳警察也不被信任。在地方层面，重庆、贵阳2地同日多名官员被查，习近平陕西老家系统亦有人被立案，把这些线索串在一起，画面像极了权力结构的无声位移。裸官整治是否升级，反腐是否外溢，政协是否机构调整，都未有定论，但保不住自己人的信号正在放大。11月10号，英媒 BBC 刊发了一篇文章，易纲等10名政协高官非换届年集中去职，引发整治裸官升级和机构调整猜测。文中提到，本月闭幕的中共政协会议上，官宣了10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去职，其中官方宣布不再担任专委会副主任的9人是：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张军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易纲，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张桃林，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张杰和曹卫星，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陈国庆，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王荣和陈元峰，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隋军。被免职的一人是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傅兴国。另外，会议还追认免去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易会满已于2025年9月被官宣接受纪委调查，其中最醒目的是2个正部级的熟面孔，一位是前央行行长易纲，另一位是从深圳市委书记升到广东政协主席的王荣。政协5年任期才走到一半，突然10人同退，这个动作在外界看来，就像一间看似安静的大楼里，突然同时亮起了10盏红色警示灯，不吵但很震撼。有人认为是整治裸官，也就是配偶子女常年在海外定居的这类官员，政策收紧后不得不退到一边。也有人觉得像是反腐风暴又一波外溢效应，特别是易会满已经在9月被立案调查，这一次只是追认免职。还有人推测，这可能是政协本身在进行机构调整，把多年来形成的半退休安置惯例一次性打破。值得玩味的是公报里的小细节，10人之中9个人的名字后面仍然保留同志，但易会满没有。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同志并不是礼貌，而是一种政治温度计。保留表示上属内部处理，不保留往往象征麻烦已经到了司法门口的敌我层面了。这种细节的对比，在秦刚去年被辞职时就曾显露。当时秦刚的名字后面也保留了同志，这一次的9人似乎被温柔地推到了2线或3线，而易会满是另一条线。报道引述知情者透露，北京方面近年来进一步要求省部级干部子女在国外留学毕业半年后必须回国，否则父母调整领导岗位。但这9名高官的子女已经在当地扎根，不愿回国。2010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一份文件规定，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得在党政军经企等5类重要岗位任职。习近平上台后的2014年初，中央组织部下发了一份被称为治理裸官最严厉的文件，并在清理中形成要么把家人接回来，要么调整岗位，要么提前退休的3选1处理方式，且规定适用于所有国家工作人员。随后的清理行动中，截至2014年底，基本完成了对副处级以上裸官的清理工作。中共共有3200余名副处级以上的干部报告了相关情况，近1000名官员被调整岗位。
那一次清理的重点是一线实权岗位，而全国政协的专委会副主任被广泛认为是中共安排副部以上官员的二线岗位。对于这一次的集中调整，有观点认为，中共的裸官政策标准已经全面升级，开始覆盖二线岗位。旅居澳洲的自媒体人蒋网正表示，深圳市公安局某分局的一个领导给他打电话爆料说，出现在广州举行的第15届运动会开幕前的11月8号晚上11点45分，习近平进深圳了。在这之前，深圳的公安局派出所的所有警察，包括广东省情报指挥中心、深圳市情报指挥中心全部换防，替换他们的是公安部特勤局。值班电话不再由派出所接，而由上级统一接听。深圳公安系统里，凡是有维权记录或民事纠纷的警员被集体调休。调休不是放假，调休是你待在家里，不要出门，也不要出深圳。你可以在你爸妈家、你儿子家、你老婆家，但不能离开深圳。中共中央警卫团、社卫局、公安部特勤局3套高规格保卫体系同时落地深圳，而且从最高端指挥部开始，一路压到派出所层级。那么一下子多了27000名习近平的安保人员，数字夸张，语气也夸张，我们无法从官方渠道核实，可若把它当成一个现场叙述去听，其中的画面感确实很冲。一座近2000万人口的城市，地面公安系统像被拔掉插头，换成另一套完全外来的临时系统，而所有的变动在1天之内完成，只为等一个人下飞机。更让人震惊的是钱，所有费用由广东省财政全额承担。习近平的亲信、闽江新军的重要成员黄坤明坐镇广东省委书记。蒋网正直言，黄坤明拍马屁拍大了，一个人走到哪里都要一座城市让路，听起来不是权力的稳固，反倒更像是权力的脆弱。保不住人成了习近平眼下最尴尬的现实。如果说深圳的那一场深夜安保显得夸张，那么11月10号纪委连环敲下的几记木锤，传递出的信号更朴素也更残酷。习近平现在已经保不住自己人了，无论是自己亲手扶上马的陈敏尔系统，还是陕西的老家班底，都在一个个往下掉。那么对习近平来说，陈敏尔不只是枝江系代表人物，更被看成接班梯队的5星级保留席。但自去年起，陈敏尔主政过的重庆、贵州两地官场突然密集震动。中共官媒报道，11月10号，重庆这边2个人在同一天出事。重庆市万州区政协副主席曾斌被查，重庆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副主任丁中平也被查。2个都是半副部级，位置不算核心，却在同一天被敲掉。这种节奏在中共的反腐语言里意味着不是个案，是一串线。重庆这些年成为政治试验场，陈敏尔在这里做过市委书记，照理说这些部门级别人物多少有他的线，他的旧部。如今一刀2个，等于在告诉外界，陈敏尔这个保护伞没了。贵州那边更直接，副市长高阳主动投案。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1月10号消息，贵阳的副市长高阳投案自首。陈敏尔任贵州省委书记多年，这里每出一名官员贪腐，外界都会自动的联想到陈敏尔。而高阳2023年5月任贵阳市副市长，负责自然资源管理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的工作。说白了，就是城市里哪块地能盖楼，哪个项目能上，哪个开发商能接，都握在他手里。这是贵阳最有实权的副市长位置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高阳的同僚贵阳市另一个女副市长刘兰，今年2月在任上被查，6月被双开，8月被逮捕。2024年8月，贵阳市长马宁宇在任上被查，今年7月被双开并移送司法。至此，
贵阳市近年有4任市长落马，其他3人分别是曾任贵阳市长的陈燕、李在勇及刘文兴。3人贪腐金额惊人，在3到6亿之间均被判死缓。现在高阳选择主动自首，外界自然有揣测，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前中国媒体人姜维平说得更直白，他是听到习近平不行了，陈敏尔也完了，所以急着投案。可信度如何暂且不谈，但这句话折射出的是官场恐慌心理正在扩散。贵阳4任市长落马加副市长主动投案，等于陈敏尔系统的全面溃败图。如果说重庆、贵州是政治势力范围，那陕西则是习近平老家的象征。11月10号，中纪委发布的另一条消息更刺眼。陕西省政协前副主席、民进中央原副主席刘宽忍立案调查。刘宽忍从出生成名，常年任职都在陕西，曾任陕西文化厅长、省政协副主席。如今他被直接送审，传递的讯息是习近平老家系统内的人也恐难豁免。官方通报写得很狠，大搞权钱交易，在18大后不收手，这种措辞通常代表后面会有刑期。如果说前几年老家人还能幸免于难，那现在已经很清楚，没有陕西例外，从抓别人到抓自己人。过去10年，习近平的反腐像他追着别人跑，可这1-2年，反腐像潮水往回冲，冲的是什么？是曾经被认为跟他关系近的人。现在出事的几类人都指向一件事：一、陈敏尔系统瓦解；2、习近平陕西老家班也保不住；3、地方上的规划、政法、财政系统陆续有人掉下来。如果过去出事还能对外说是清理遗毒，那如今的出事已经成了另一句话，连你身边的人你都保不住。这不是一场喧闹的大地震，而更像安静楼里同时亮起的10盏警示红灯。政协10人同退的程序细节，深圳安保传闻的张力，习家军陈敏尔的重庆、贵州旧部与习近平老家陕西官员的落马，共同构成了当下政治运行的3重柱脚。习近平的势力正在被一一针对，中共权力的天平会向哪边倾斜，让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